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让许多新加坡家庭受益的重要政策调整。从2026年4月1日起，新加坡居家照护津贴将涨到每月600新元，涨幅高达 50%。 同时补贴收入门槛也从人均家庭月收入3600新元提高到了4800新元，更多家庭因此符合条件。在这期视频里，我带大家快速了解这项政策的亮点，谁能申请，怎么操作，还有需要注意的事项，确保你在第一时间掌握关键信息，申请起来不迷茫，轻松领到补贴。我们先来看看这次政策调整的2大重点。第一，补贴金额大幅提升。从2026年4月起，居家照护津贴的最高金额将从每月400新元涨到600新元，每个月多拿200新元，算下来全年就多了2400新元补贴。这笔钱可以直接用来支付护工费用，购买护理用品，或者缓解家庭日常的开支压力。第二，收入门槛提高，让更多中低收入家庭受益。这次新政把家庭人均收入的申领门槛从3600新元提高到了4800新元。举个例子，一个4口之家总收入为18000新元，每人平均下来是4500新元。这种家庭之前根本不符合条件，但从2026年开始就可以每月领取200新元的补贴了。对于没有固定收入的家庭，政府还会参考房屋年值，只要你家庭主住房的房屋年值在21000新元或以下，也可以申请到最高档的600新元补贴。但如果家庭拥有多套房产，情况会有所不同，这类家庭只能申请最低档200新元的补贴。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，我们整理了一张对比表。比如一个月收入18000新元的4人家庭，2026年起每月可以领200新元，而人均月收入只有1500新元的家庭可以直接达到最高档，领到600新元补贴。那么哪些家庭有资格申请呢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具体要求，这里分为4项。第一，被照顾者的身份必须是新加坡公民或者永久居民，被照顾者可以是申请人的父母、配偶、子女等直系亲属，但一定要居住在新加坡。第二，被照顾者的护理需求，被照顾者需要通过政府认定的长期护理评估，简单来说就是他们每天无法独立完成6项日常活动中的至少3项，比如自己洗澡、穿衣、如厕、吃饭等。第三，居住条件，被照顾者必须住在自己家里，而不是长期住在养老院或者其他护理机构中。第四，经济标准家庭人均月收入小于等于4800新元，或者对于没有固定收入的家庭，只要房屋年值小于等于21000新元，同样符合条件。特别提醒，人均收入适用家庭总收入除以家庭人口数，这里需要包括所有工资、兼职以及奖金收入，不要漏算哦。好，接下来就是实际操作部分了。其实申请的流程很简单，只需要以下2个步骤。第一步，完成残疾评估报告，联系卫生部 MOH 批准的评估机构，为被照顾者进行严重失能评估，生成报告。这一步必须完成，因为报告是必要材料，有效期是2年，所以要留意时间。如果之前做过评估且报告还在有效期内，就不用重新做了，直接使用旧报告即可。第二步，在线提交申请。拿到报告后，登录 AIC 的电子平台 EFASS， 用 SingPass 账号直接在线提交申请。所需资料包括残疾评估报告、家庭收入证明或者房屋年值证明。提交后，后台会进行审核，时间一般是2到4周。审核通过之后，补贴会每月直接打入你提供的银行账户，不用每月重复申请。如果你之前已经享受津贴，2026年4月起，金额会自动按新政发放，非常省心。除了居家照护津贴，还有一些可以叠加享受的福利。分享几个最常见的。1. 长期照护服务补贴，从2026年7月起，补贴额度增加 15%， 最高可以覆盖护理服务费用的 80%， 无论是居家护理还是社区护理服务都适用。2. MediSafe Care 计划，被照顾者如有公积金，每个月还能额外领取200新元，与居家照护津贴叠加使用，全方位减轻家庭经济负担。3. 幸福黄金年华计划，适合那些长期照护家庭，可以申请免费的家居无障碍改造，比如浴室装扶手、防滑地板，大大提升安全性。这些福利都是针对有照护需求家庭的重要补充，千万别错过。最后提醒大家几个申请时需要注意的点。
一、如果家庭拥有多套房产，不管房屋年值如何，最多只能领取200新元补贴。2、残疾评估报告有效期只有2年，要确保报告有效，如果过期了需要重新申请评估。3、每年必须复核1次家庭资格，记得按时提交家庭收入和房屋年值的最新证明，避免津贴被终止发放。好了，以上就是关于2026年居家照护津贴的新政解析。如果有疑问或者需要申请链接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照护补贴，我会帮你提供官方申请平台和推荐的评估机构名单。如果本视频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分享给家人朋友，别忘记关注我们的频道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